我前两天看了个纪录片，说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在潮汕都很少有人做手打牛肉丸了。我看完之后就很感慨，所以我也买俩锤子，打算在家试试。主要我看纪录片里的师傅砸的都挺轻松的，但干上之后发现并不简单。这俩锤子加起来6斤重，听起来好像没那么沉，但抡起来绝对坚持不了5分钟。我有一台砸了3分半，手就不能回弯了，然后还开始不自觉的抽抽。问题这肉越砸越碎，根本砸不成肉泥的状态。我们分别在4个地方买的肉，砸了10个小时，但做出来的丸子都是这种一摸就碎的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这就是因为牛走得太早了，牛肉一旦宰杀超过6小时，它自己就会出水，这我就很尴尬了。难不成我还得拎着棒子上草原上追着牛跑吗？而且即便我去了，那画面应该也是牛追着我拎俩棒子跑啊。后来我决定先改造一下设备，找了个家具厂买了根木头，把它改造成最适合我们发力的高度。然后我打探到了在100多公里之外的村子有一家专门卖现杀牛肉的，我们连夜就干过去了。真的，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新鲜的牛肉，它在刚分割下来的时候甚至还会跳动。拿到这样的牛肉，我们1秒都没耽搁，火速就回家开砸了。这个肉砸起来就非常顺利了，半个小时就能砸成肉泥，而且一点也不崩，还特别粘手。就这么一比啊，我们昨天砸那12个小时纯他妈冤种。这回终于要见亮了，30斤牛肉我们5个小时就砸完了。用这次牛肉做出来的丸子真的非常的弹，掰开一个感受一下这种筋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手打牛肉丸，而且它真的可以当乒乓球打。然后我还调了锅骨汤，但熬了4个小时都没变色。后来我到底还是选择了科技改变生活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小臂往下都是麻的，甚至在后面的2天上厕所擦纸都得靠人帮忙。然后做的比较多，就给邻居们也分了一些，特意跟他们强调了我们这是淀粉含量只有2%的牛肉丸。后来邻居说了一句话，我当时眼泪差点没掉下来。他说这几天我们趴窗户都看见了，你们这牛肉丸一点科技都不用啊，全靠老嫂子狠活啊。最近这天越来越凉了，好不容易这2天赶个晴天，我们决定放个假，抓住夏天的小尾巴，我们要出去露营了。然后想到这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次露营了，就决定干把大的，光打包就收拾了1天1夜，差点没给加班。后来这些东西我们车装不了了，我甚至还租了个货车，开着箱货去露营去，这是我干过最越野的事了。然后为了让这次露营能更有仪式感，我买了个蒙古包当帐篷，但是眼高手低了，我们6个人花了4个小时才勉强给它支棱起来，给它支棱起来之后，我们几个谁也支棱不起来了。我现在觉着要不在里边住个3天3夜，那都有点对不起我们这个老腰。这蒙古包搭完了，烤全羊也可以准备烤了。这羊我在家腌了20个小时，上架子就满园飘香。然后我来之前还研发了一个可以搅动的烤羊炉，但是来的路上可能太越野了，不知道啥时候给磕坏了。它现在蹬不了8秒就开始掉链子，我们后来到底还是手摇了3个小时。然后一心在这烤羊也没注意，对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一群羊。我们浅浅的对视了一下之后，互相都有点绷不住了。我有特别强烈的感觉，他现在脑子里应该只会闪过一句话，就是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然后怕这一只羊不够吃，我们还穿了根串，3米的签子挂了10斤肉，非常标准的东北大串。我们甚至还为穿这个串现组了一道流水线。完一见这串，我姐贼激动，苦苦在这照相。串生生烤了2个小时才烤熟，俩人吹火，俩人翻面。这大块肉吃的是真过瘾，但不能撸，我认为是它唯一的遗憾。然后经过了3个小时的炭烤，烤全羊也出炉了。这回烤的真的很香，旁边钓鱼的都过来闻来了。而且它出炉的时候刚好赶上日落，这氛围感也太好了。忙活了2天就为了这一刻呀，吃着烤羊，看着夕阳，再来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面。我别说这2天了，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值了。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晚上摸黑收摊收了4个小时。收完垃圾之后，我们又连夜把这2吨东西抬回了我那没有电梯的3楼。我们到家都早上4点半了。我进屋之后非常恍惚，我寻思不说好放个假吗？这怎么比在家拉磨还累呢？我最近特别馋那种满是汤汁的蟹黄汤包，但是哈尔滨没有专门卖这个的饭店，所以我买了35斤螃蟹，打算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算上之前做蟹黄面，这已经是我们第2次和螃蟹打交道了。我算是发现了，扒螃蟹活它真不是人干的，而且现在螃蟹特别肥，扒的时候很难忍住不吃。我们为了能互相监督，还现组了一道流水线，并且确保每个岗位都多少有点油水。但就这，我们还是出现了一些意外损耗。我低头一看呢，我这裤子还打包了2辆。
这些是我们7个小时一动没动扒出来的，炒完了一共是6斤6两。我寻思这包上包子不就能吃饭了吗？但是世事难料啊，这包子根本就没个包。这个汤包啊，它讲究一个皮儿薄，所以对手法就有很高的要求。我夯包了一下午啊，翻车了无数回，愣是没得到一个完整的包子。后来我试了一下日食记的方子，它是2叉面粉揉成团之后反复擀压15次。这老高级面粉这么干可太变态了，我一下梦回醒时酥啊！我们擀了2个小时才擀好，然后包完膜给它醒一醒就能用了。到这儿我才明白，合着扒螃蟹是这里他妈最简单的一步啊！这非常筋道了，甚至真的可以吹成个大气球。完包子褶我也不纠结了，爱啥样啥样吧。我决定换个思路，我这顿往里塞馅啊，最小的还包了8两。我寻思这活都干了2天了，还一口没吃上呢，我必须得来一个报复性包法。经过了2天2夜，我这汤包终于要出炉了。得力于日食记的配方，这么沉的馅儿，那包子愣是一个没破。这汤汁吸一口又鲜又甜呢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用勺吃包子。完天蟹壳让我煮汤了，做了一锅没有科技的蟹粉豆腐，这味儿真鲜呢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每个包子最少包了5只螃蟹，光成本就200块钱了，它活该好吃。不过这玩意儿好是好，就是寒性太大了，大半夜的没敢吃姜，就把夏天做的红糖姜块翻出来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啊，5个月前遭的罪，今天居然享上福了。你说这事儿整的。我最近对手工精酿特别感兴趣，然后查了个教程，感觉也不太难，所以我买了100斤麦芽，打算试试在家能不能做。这个麦芽在磨的时候就已经有淡淡的啤酒香味了，但这玩意儿磨不了一会儿胳膊就麻了。我第一次磨了1个来小时，打算就不知道疼了。然后粉碎好的麦芽就可以加热水糖化了，但这教程没给具体的比例，我寻思那肯定是麦芽越多味越浓呗，所以我是1比1倒的水。后来我发现这种比例我们只会得到10%的高浓度麦汁，因为那90%吧，它变成了一锅小麦米饭。后来我到底还是托人买了个商用版配方，但是这配方只能提供一些准确的数值，等具体实操阶段我们还是遭受了很多意外。第一天糖化的时候上来先给锅烧糊了，第2天开始尝试发酵了，又把天花板崩花了。我们那几天过得跟重播似的，每天睁眼睛就开始重新磨麦子。后来直到第4天晚上才把所有的麦芽都变成可以发酵的小麦果汁。正常来说100斤的麦芽可以酿出200升的啤酒，但我们这么折腾完之后就剩下80升麦汁了。它到底会不会很好喝，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这回又干赔了。然后这些小麦果汁要经过2次发酵，一共是15到21天才可以变成啤酒。完这几天等着也没啥事儿，就买了几件换季的酒。发酵到第18天的时候，我们决定给它开封了。但是打了几杯之后，它持续是一个出沫不出酒的状态。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我说这回完了。干了20多天，居然就为了酿80多升泡沫，我当场乳腺增生了我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精酿得冷藏才能打出来，但是冰箱里放不下这么多滴，所以我们就抱着这些酒出去找了个修配厂，狂打氟利昂，暴力降温。这酒在凉下来之后打出来的状态就很正常了，并且口味得到了全场的一致好评。然后等它们都冷却到3、4度的时候，这个酒再打出来就非常漂亮了。我不敢说它现在能不能称得上是一杯非常好的浑浊 IPA， 但以我这么多年吐床头柜里的经验来看，这个酒从外观、口感、气泡、香味来说，都可以算上是一份80分以上的精酿。就直到这会儿我才敢把我印的贴纸拿出来，刚才出泡沫的时候我都差点给它烧了。但是我们不会算酒精度，所以用人体测量的方式开怀畅饮了一下。我估计这个酒的酒精度应该在5度左右，甚至还会更多。因为第2天我们把所有人的记忆都总结了一遍，发现并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昨天。